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还是可以跟大家说一声2022新年好哦。每到了这个所谓的我们年份转换的时候，一方面回顾前年发生什么事，当然也对今年新的展望来做一些大家的一些想象预测哦。但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也好好来谈2022到底会有哪些的事情哦。当然回顾过去从2020开始，武汉肺炎席卷全球，大家都一直以为说年底就会好了，随着疫苗出来就会好了。没想到这个一直到去年2021年又不断的有变种的一个病毒的状况，所以以至于到今年年初大家都受到影响。你看我们现在还是戴口罩，表示台湾的疫情又起那大家又开始规定这个我们录影的时候必须要戴口罩，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当然一方面我们都还是希望大家平安的度过农历年，过个好年那我们也趁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好好来回顾一下整个2021的一些发生的变化之后，到2022到底会怎么走？那当然，在过去一年，包含在经济、生活各方面都受到许多的影响当经济要看哪个面向，有些国家严重的通膨，有的这个数字又非常的亮眼的成长。有人说哇，这是去年报复性的一个消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来帮我们好好来解盘一下2022会怎么走。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我想老师刚过去您也都做了许多精辟的这些有关不管是这个中国或者世界国际上的这些分析的一些发展，是不是也可能请老师来预测一下2022年到底您觉得会有哪些重要的一些议题发展，值得我们好好来关注呢？好，那我这样子吧，我先借用这个国际上几家知名的公司跟机构他们的预测呢，我们当做一个出发点，然后从这边来开始看。大概国际上谈这个问题比较有名，一个当然是《经济学人》了。那因为《经济学人》智库，它每年到了年底年初的时候呢，都会发布一个回顾跟展望。这第一个。第二是一个在美国的很有名的一个叫做欧亚集团。它其实是一个大概成立到现在20几年的一个政治风险咨询公司。这公司背景非常有趣负责人叫 Bremer 是我们的同行，是政治学家，是Denver 大学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呢，他大概这方面比较有心得，后来就进入商界，就开了一个政治风险咨询公司。非常有趣。他公司后来很大的，因为他经过几次的并购，规模也蛮大的。就找了很多这些学者专家们，包括一些我熟识的一些老朋友，就美国学者老朋友，最后也投身进去做这个风险分析，所以他们每年也做。回头看当然就是有些对，有些不对，但是有些对的部分，重要部分呢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好，我就先谈欧亚报告就欧亚集团的报告。欧亚集团呢，对于这个今年呢，就2022年，他做了这个十大这个世界趋势展望或风险展望。第一名的一般人真猜不到，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大陆的对于武汉肺炎，他们叫新冠肺炎呢，清零政策。他说清零政策是一个风险，这跟我们一般印象是完全不符合的嘛。大家说清零嘛，你清到没有了，不是应该很安全吗？他说不是这样的。这个欧亚公司经过这个很多专家分析和讨论之后，他们得到结论是讲说，他们虽然采取清零政策，但是不会有效，他不会清零成功。但是虽然清零不成功，但他们会继续坚持，而这个坚持本身呢会出问题。他说为什么会呢？大家想想看，他们是一个美国公司，那他们对欧美情况比较熟，所以他们看见欧美的政策是什么呢？与病毒共存。那轻症呢？那你拿药回家去休养，但是我不对你做什么特别限制。重症到一定程度呢，我收进医院里面来，然后隔离管制呢，但基本上我不封城。我让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以社会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除非将来再严厉了那至少目前没有，或者说又重新开放了。他中国大陆呢，清零不会有用，但中国大陆又太担心这个问题，所以他会继续严格隔离跟封锁。严格隔离封锁，我们晓得按照各位经验，最后呢就影响经济活动。市场经济受影响了，市场消费会低迷。好，那再来呢？当你再严格的时候呢，你人不准上工嘛，不准上工呢，就影响到工厂的生产。这有点像什么呢？因为像那时候不是拉闸限电嘛，
一拉到限电之后，那工厂全部停产了，而且你人不许进工厂，就算你限电，那还是不能生产，所以打乱供应链，这就影响世界了。这样他说呢，会导致全球经济不安，甚至会推升通膨。是，而通膨推升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个别国家甚至区域性的出现政局的不安定。所以这件事你看说清零的这个政策，坚持清零政策，但不会成功呢，会导致世界呢受到这么大的冲击。所以欧亚集团把它排到第一个风险啊，这很有趣的。第二个风险，他说现在不是那个 IT 产业或那大的科技巨头，他们有垄断权嘛？他们这个垄断权，他们认为这欧亚集团认为说，他们这个垄断了数位空间，然后这个政府呢又没有力量去管控他们。事实上，你看到就是，连美国政府都经常受制于这些大公司。川普的那个脸书不就被停了？对啊，所以堂堂美国总统被美国公司停掉，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当然没办法想象，但在民主国家是可以想象的，所以这事情变得很尴尬啊。那么当政府无力管控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公司它就有了思想的掌控权，它至少有了筛选权，就你可以看到什么新闻，你不能看到什么新闻，由我来决定，而我的标准呢，我是不是都要公开呢？我不见得都要公开。一旦不对外公开的时候，你说民主国家是不是也限制言论了？是，但是它是有法律规定的，在法律范围之内我限制。然后之前是告诉大家，这法律是摊开来的，但这些 IT 公司它是没有摊开来。像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做这个节目，过去的时间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那譬如我们收视率很高，突然间降下来了。他给你这些不管是这个 YouTube 或什么，他给你有的说我们改变了 algorithm， 我们改变了演算法，是改变了演算法。问题是他怎么改变的？他用什么标准改变的？如果我没有碰到任何其实真的什么政治上敏感的底线，只是因为他要去大陆投资或做生意的商业考虑，大陆间接给他压力，他封杀我，这算不算言论封杀？算，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然后欧亚集团还说，一旦这个数位管控这么严厉呢，国家跟国家之间呢，可能因为管控数位而发生冲突，甚至可能会打这个数位战争或者网络战争。那这个呢，对国际有影响。这第二个观察。第三个观察跟别人就不太一样了。他说，第三个风险是美国的期中选举，就今年期中选举。那为什么呢？因为拜登支持度很低嘛，我们都晓得他大概就是说一个新总统上任到现在。声望这么低的实在不太多见，好，那他声望比较低，因为声望比较低呢，所以今年的这其中选举呢，就参议院跟众议院的这个部分选举呢，看来这个民主党会输，共和党会赢，而第一这个胜败之间呢，立场会转折，他认为说是这样的，但是他觉得更大的风险是说，不管怎么样，不管哪一党赢哪一党输，最后呢，选民之间会不服气。会认为说这场选举呢不公平或不正常，所以这样引发冲突。那么这个是这个欧亚集团看见了大概3个比较重要的今年的风险。是，那当然大家就很好奇，老师刚刚提到的，就基本上如果参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学人智库的部分，大家就很好奇，那经济学人智库跟欧亚集团他们的状况预测一样吗？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不一样。有一小部分重合，这非常奇怪。我本来预测就是说，应该双方会有差不多，如果没有50%，应该有40%重合，他们比这还低一点点。这我有点惊讶。他们看见第一个大问题是中美关系，这个看法我是同意的哈。他们认为美中关系可能会恶化。他们是这样看的，当然他比较着重经济，因为我们说经济学人智库嘛。他们看见的这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美国跟中共呢现在进入到这个战略上的对抗，然后在争夺全球的影响力。那拜登这边呢，看起来这1年来的作为是希望说，能够说服呢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这些集团或国家呢，他们对大陆施压啊，在这个经济上面，在贸易上面，在技术上面，跟金融，甚至在投资上面呢，都能够对大陆做出一定的限制跟封锁或制裁。那么这个封锁大家晓得，就是美国一旦进行制裁的时候呢，它是很严厉的嘛，我们都很清楚嘛。所谓制裁就是你们不能跟他做生意，你跟他做生意被我发觉的话，那我就处罚你，而这处罚是非常重的。
它可以从罚金，最轻可能是罚金，最重就是市场准入。那你如果没有了美国市场，或者没有了美国的一些媒介的话，你可能根本没办法做生意，所以那个惩罚会非常重。好，那美国这样做了，它也游说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或亚洲，像欧洲、日本这些盟国等等，澳大利亚跟日本这些盟国等等。好，那如果说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些国家呢可能会配合到一定程度。那甚至就是在这些国家登记的公司跟集团什么等等呢，他们也必须这个遵守美国的法令，因为否则我刚讲到那个后果会非常严厉。好，那么这么一来就变成说，好，那美国制裁有一些就不能过去了。中共不是反制裁吗？中共是上次对这个欧洲什么进行反制裁，就导致欧洲生气，把那个欧中投资贸易协定就暂停了吗？好。那中共也制裁，好，那我制裁你，你制裁我。第一呢，制裁战就开打了，第二战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做经济上的壁垒，甚至是脱钩，去看严重到什么程度。那这样的，如果双方呢这个短兵相接，最后结果就是，如果双方有点距离的话，中间还可以有个中立集团，中立空间说好，那我不碰政治哈，我也跟这边做生意，也跟这边做生意，可不可以呢？以前是可以的，现在慢慢不可以。因为双方这个制裁越来越逼近的最后，中间的空间缩小，中间的空间的缩小的话，那国际市场就一分为二。也就是说，他可能不是真正想要脱钩，但达至了脱钩的效果。所以经济学人比较关注经济跟国贸嘛，所以他们提出第一个风险是这个。第二，他们说是这个货币收缩。我们知道，其实过去的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各种问题呢。也因为美国是因为像那个房地产跟房地产的问题啊，房利美跟房地美两家公司引爆那个金融危机，所以后来开始丢大量钱进去 QE2 去救市。好，那美国是明白讲说，我用 QE2 啊，我去丢钱进去，然后去活络市场经济等等，到一段时间我就慢慢退出来。但是美国没有退啊，其实几次说退了，但退的幅度非常小，然后又回来了。中国大陆更狠，中国大陆叫做暴力救市，4万亿、几万亿这样砸，但它不叫做 QE2，但它实质上也叫 QE2。所以大家看到说这几年其实经济应该很坏啊，那为什么没有那么坏呢？因为简单说就是大家都看见了疫情也好，香港问题也好，各种各样的这影响呢，国际贸易很难正常进行啊，经济很难正常发展，所以经济会萎缩。各国执政者在这个时候都不能面对萎缩嘛，因为你一萎缩的话，在美国呢就影响这个选举跟选票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就引爆说，那我习近平还能不能执政下去？那反对派是不是就拿这条攻击我？所以他们也不敢说让这个市场滑下去，所以其实是大家都在砸钱，大家都心知肚明，很多国家也都在砸钱。好，那么砸钱结果就是，其实原来本来应该萎缩的经济，因为这额外的这笔钱进来呢，市场开始活络，所以简单说，市场是被额外的热钱所支撑。好，那现在这个经济学人智库他们做第二预测就是，因为一些现在还不完全能够预期的因素，而导致货币的供给的快速收缩。这个坦白说，我们现在不太看得见。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说，如果经济真的没有像一般人想的那么好的话，那这各国砸钱下去呢，这个动作应该会持续，所以照理说不会那么快。可是他经济学人，我们得这样说啊，他们在这方面是专家，他们是有团队，他们的预测事情呢是不会空穴来风。所以他说，如果美国出现这情况的话呢，美国的股市会崩盘，这个也是事实。反过来说，中共了不了解？中共很了解，所以中共多次呢降准，就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率，就是我把这个释放出来的钱呢，我丢到市场上去。然后他们又加一句话叫做定向降准，就是我的钱不但降准，而且我要丢到市场，我还定向丢进去。我丢给谁？不一定是特定的公司，但是他丢特定的产业，或丢特定的区块跟部门。定向降准的结果就是我把这个地区或把这个产业，甚至把这几家公司拉起来，而它拉起来就起到火车头作用，然后就把经济慢慢带起来。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当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的货币供给收缩的情况。如果说美国这样收缩的话呢，那经济学人智库认为说会很危险。他没有看到中共那一块，但我猜他的想法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大概中共这段时间呢不太敢收缩啊。所以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跟我们看法就比较一致了，就是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我们过去就谈过多次。现在大概比较严重的就恒大集团了，恒大事情到现在还没过去嘛，现在还在重整啦，然后切割啦，然后昨天前天传出的消息是说，北京有几家这些国企跟央企已经透露消息说，现在中央要求我们进去承接，不只是承接恒大什么花样年啦，什么好房什么的，或其他这些可能会出纰漏，或者说即将要出纰漏这些公司什么等等的，可能他们都要准备出手承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经济学人这个智库他们这样讲，他们说他们估计大陆会愿意介入，而且愿意出手救助。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因为中国大陆真的会比较怕。更何况第一呢，今年上半年有冬奥，然后下半年有20大，这个任何事情出纰漏呢，可能习近平这个执政当局呢都吃不消，所以他会做的事。所以经济学人集团他们说他们会这样做，所以大家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但是呢，他说，因为出问题的不只是恒大嘛，我们刚刚不也说了吗？如果说你救一家恒大，那你别家救不救？那第2家、第3家出问题，第4家对不对？到第6家、第7家都出问题，就是你救不救？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买气实在很难上来。现在我们已经晓得说，很多地方的房价已经大跌，跌了之后就是最后呢，它禁止出售。现在禁止买卖，冻结卖，不是冻结买卖，冻结卖，可以买不可以卖，甚至还鼓励这中产阶级，你们再去买房，我再给你优惠什么等等。简单说就是把你那点积蓄挖出来、挤出来，然后让你投进房市，也就是说用强迫老百姓拿钱出来支撑房市，这种强制做法。但这样的结果就是说，其实短期可能可以，长期是很危险的。所以一旦如果说这个事情演变成中长期了，其实不用太久，到半年到1年了，这问题就很大。所以这个金融集团他们说，可能呢中国的 GDP 会受到冲击，然后同样的就像刚刚讲第一点一样，如果大陆经济开始疲弱，甚至开始萎缩、开始下滑的时候呢，会拉动全球经济。所以他们看到的呢，跟这个刚刚讲说那个欧亚集团呢是不太一样，看到不同的面向。当然，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的不同的面向了。是，我们只能这样说。其实老师刚刚有提到，其中有一个20大这样的一个关键哦。当一般在做分析报告，当然了，一定都从很多主要的国家或者是政治的部分、经济来做分析。那不会演了。中国它对于政治上、对于它的外交、经济上，对全球当然有很大的影响。特别中国在第4季要召开第20大，我比较好奇是，老师刚刚既然有提到了。我不确定这个报告有特别把20大作为它主要分析提到的内容吗？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它没有那么准确对准20大。不过这个欧亚集团他在讲的第4个风险，说中国的内政，这个话比较笼统了。他提到说，就今年了，2022年后半年，中国大陆呢，这个习近平会迎来第3个任期。然后他说，对于习政权现在没有看到什么任何挑战能够抗衡他。他提出了这风险，但我认为他的分析不够准确。我们今天看来就是习近平连任呢，不能说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也就仍然有风险在。当然，我们看到过去10年来呢，他陆续清洗了政治的、社会的，然后各方面的挑战，甚至清洗了我们上讲说政法集团，一大堆什么公安干警啦，或什么公安部的副部长孙立军这些人，把这些都清掉了。我顺便提一下哈，这个孙立军的案子冲击可能比我们上讲的还要再大一点点。是。因为就昨天前天，我看到公安部的那个发言人出来讲说，要继续肃清孙立军的流毒。他已经抓下去这么几个月了，你现在还没肃清，那表示的问题非常大。也就是说，
盘根错节。第一呢，牵涉人非常多；第二，这事情性质本身呢，真的应该是我们所说的应该涉及暗杀。所以如果一个孙立军案查成这样的话呢，那我猜习会认为说，不是小小几个政法系统人想对付我的问题，应该是背后有人要支撑他们来搞我。习会这样看。所以他才说清洗流毒呢，我猜就不只是公安系统了，政法系统应该还涉及其他的。所以这样回过来头来讲，我就认为说，欧亚集团对这事情判断呢比较单纯，他比较薄了一点点，因为它是一个涉及面很大的东西。他还认为说他的第3任期或没有问题，没有人跟他抗衡。现在不是说你表面上可以看见一个人可以抗衡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他的权力巩固不巩固？因为反对派会先把他推倒再说，然后再想办法推一个人上来。他跟西方的逻辑就是有一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推一个人，双方对打这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民主党里面可能2、3人对打，共和党里面2、3人对打，所以他必须看见有一个对打的人出来，他才就是会有挑战。大陆不是这样的，大陆的政治很阴柔、很隐秘的，很多时候是你晓得有人在打。你晓得有人被打，你晓得谁被打，但你不晓得谁打他。包括被打的人，他都不很确定说谁在打我，他晓得有人在打我，因为各种讯息出来啊，你看这个人要暗杀，这个人要放毒，然后这个人在报上讲了什么话，这个人又弄了什么动作，又把钱跑出去了，然后就有一些串联。我晓得有人在搞鬼，对我看了这些人了，但这些人呢层次太低，绝对不是他主谋，一定背后有人在搞事儿。就像中共看香港，他不认为说街头那些人呢是真正主谋者。香港的街头这些，他觉得是被人家煽动的，所以他们讲的有人在背后煽动嘛。当然他不好讲说有国内的某些派系在香港煽动反对我习近平的这个作为，他不会这样讲，他是外部势力他说什么和平演变啦，搞颜色革命等等，他把这个习惯推到外国去，因为他不愿意承认党内的斗争这么激烈。但是我们晓得，党内斗争的确这么激烈。党内斗争还不是说只是关起门在家里斗，他利用各种机会，用各种事件，甚至运用各国势力，用到台海的问题，都把它搞大之后呢，搞到你习近平非插手不可。最后搞到什么呢？失手玩面粉，你怎么弄不干净？好了，那这样等到你弄的时候，人家打你，我就完成目标了。所以我常讲说，香港动乱呢，不一定是香港本身动乱。台海呢发生紧张，不一定是台海紧张；南海你跟美国冲突，也不完全是跟美国冲突，而是反习派的挑起各种事情要借刀杀人，目的不是解决南海问题，也不是解决这个台湾问题，也不是解决香港问题。当然，习派可能会顺手想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解决这问题之后，让你没有理由再来挑事端。但是。对反习派来说，我不是要解决台湾，我也不是要解决南海，也不是要解决香港，我是拿这些东西做球，然后把你打下去。所以我觉得说，欧美这些公司也好，这些机构也好，看的问题呢看得浅了。我认为这个才是一个很大问题，这可能即便不是第一的问题的话，至少是排在很前面的问题。我会这样看。是这个大概值得我们持续来关注，因为真的我们的节目一直到年底前，一定都有非常多议题突发的事件我想都会让我们必须来面对它，去了解那当然回到这2份报告，当然就国家了，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然后某种程度，英美本来就对于世界上有重要的影响，有他们的国际的视野，所以我也很好奇有关国际就普遍我们在谈国际相关的一些问题，这2份报告有提到吗？当然有了，但因为就像你说了吧，一份是英国，一份是美国，所以他们的国际事务，尤其是欧洲事务呢，或相关事务，他们当然会比较在意。比如说欧亚集团谈的第5个问题呢，就是俄罗斯。那俄罗斯会引起关注，不用讲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俄罗斯现在跟这哈萨克的关系，大家都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他谈的第5个是这个。欧亚报告谈的第6个是伊朗，他认为说伊朗的核计划跟西方会冲突等等。第7个比较有趣，他说现在各国不是在推那零排放吗？零碳排放吗？然后但是各国现在能源又紧张，所以这个东西会有冲突。是这个其实坦白说，你说很急迫，我倒看不出来。但是长期来说，对于地球暖化或空气污染什么等等，这个当然是蛮直接的，这个我想是同意的。
第8点就是什么世界力量的空白地带，就有的地方呢三不管，然后大家想介入不介入，像非洲啊或拉丁美洲一些地方，这个他们列出来我觉得倒是比较小。第9个比较有趣啊，他说我们刚不是讲到跨国企业吗？跨国企业在有的地方投资的时候呢，他原来只是说我以利润着眼，比如说我投资这个中南半岛，我投资哪里，投资新疆，投资哪里，结果出了问题，出了哪边出问题呢？跟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发生冲突。最经典案例就我们讲过了那个新疆问题嘛。是。你说新疆原来大家说很关切维吾尔人的待遇等等，就是事情突然间闹起来说，新疆棉好像是血汗棉，然后怎么样跟人道主义有问题，所以各国开始说，是不是要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风声一出来，中共一紧张，话一讲重了，结果西方逼得没办法，我必须进行制裁，因为我也被人权团体被这种舆论的逼起来，我也必须进行制裁。好，当西方有点像做姿态一样做了一点制裁之后，中共受不了，中共跳起来说你怎么制裁我，然后我反制裁，这下逼到西方呢又必须再上来，所以就夹了中间就是大公司，所以我们上讲的什么 Uniqlo 啊什么这些个 H&M 这些好像都出了很大的问题，受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在他们列的第9点。欧亚集团列第10点非常有趣啊，叫土耳其的经济。土耳其的经济当然蛮严重的了，那是值得关切了。他列的第10点嘛，勉强我会同意了。比较有趣是《经济学人》智库他们列的东西，他们列的第4点呢是美国跟全世界呢开始收紧金融、收紧银根。收紧银根结果呢影响新兴市场的复苏。这点我观察蛮有趣的啊。这4个。第5个是新的这种武汉肺炎的病毒出来，现在看来又出新的了。最新的叫什么 Delta Cron，Delta Cron 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不知道，不过显现出来了。而他们预测说这种新的这种病毒呢，对于现的疫苗呢有抵抗力。这是第5个。第6个是比较广泛的社会动荡，他们没有指明，但我们也大体看得见，这点也还合适。第7点比较有趣啊，台湾。就大陆跟台湾爆发冲突，迫使美国介入。这个应该这样说吧，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话，20大之前不太容易发生。因为如果说发生的大了，然后习近平处理不好的话，必然冲击他的连任。所以他宁可这段时间就是太平无事。要发生什么事情是20大开完之后再说。这是习近平主观的愿望。但是经济学人把它列作第7点，我觉得我不能排除了，只能这样讲。好，第8点就是欧洲跟中国的这个中国大陆关系呢明显恶化，这点可以看见，因为人权问题啊，比如说那几个跟台湾现在立陶宛这个国家，立陶宛、捷克这几个国家，慢慢跟台湾改善关系的时候，中共不断在批评、在施压的话，这个地方矛盾可能会加大，所以这是第8点。第9点，他们泛指说，全世界出现大规模的严重干旱，引发饥荒。其实现在粮食价格已经上来了，因为中共的这种疯狂购粮呢，已经导致催生了全球价格上升，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是不是必然是说因为这个干旱所引发饥荒呢？这点我觉得引发饥荒原因很多个，干旱可能其中一个，这第9项。第10个倒跟前面的那个欧亚集团的有点像，他说国家之间进行网络战，然后瘫痪了这些主要国家的经济设施什么等等这个我想我不能排除，所以双方有重合的部分，但重合部分就像我刚刚所说到，大概30%多，比我想象中的低一点。是，我想今天这个明老师刚刚这样分析这2份主要的一个报告，大概可以让大家知道整个很专业的团队他们所做的2022年包含国际包含在中国相关我们关注的议题的一些未来的预测发展的一些状况但我相信啦，这个以我们自己的角度或者我们关注的这些面向总感觉好像是不是有少了什么，至少也许我们自己台湾比较切身的东西好像也不知道里面有或没有。老师有没有想要补充？您觉得在这报告以外可能您的观察觉得其实大家也要去关注2020可能的一些重点？应该有吧。第一个是通货膨胀嘛，通货膨胀现在台湾都感受到了，对不对？但我今天出来的时候看到说什么
火烧虾就是价格上涨了，虽然调了不多，但是上涨了。然后说虽然价格上涨，但是买气旺盛，因为新年要到了。它可能只是一个例子了，因为我们看到世界各国通货膨胀都起来，美国通膨也很厉害嘛，更不要说哈萨克了这个国家。所以通货膨胀会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第一个。第二是能源危机。能源危机一方面是油跟气的生产的问题，二是这个运输的问题，三方面是价格问题，所以这个恐怕对有一些国家冲击会比较大。第二个，第三个是粮食危机，我们刚刚已经简单谈了。我们认为说粮食危机因素很多，中共去疯狂购粮当然是一次因素，但是呢，全球分配不均呢，跟大家预期心理而产生囤积呢，可能会导致这种分配不公呢会更加严重。这第三个。第四个是真的是跟我们有关的，就是他们讲的是说，前面几个讲说是大陆跟台湾冲突，这话讲的不准确，因为大陆和跟台湾冲突呢，其实严格说不是台湾发生什么问题，而是中共对于美国状况的误判，跟中共对于台湾情势误判，或对自己的这种过度高估呢，而想说对台湾干什么。就像我刚刚讲了，可能这个今年大半年不会发生。但是年底或者第4季呢，当20大开完以后呢，中共的误判如果持续或加重的话，或者美国又犯了什么比较大的错误的话，那这个误判一旦实现的话，那就比较危险。这是我倒比较在意的。是，所以2022年不要只想着今年能不能出国旅行其实还有许多我觉得国际重要的发展，美中之间、美中台，甚至我们台湾跟中国之间的相对应发展，我一直觉得非常的重要。特别台湾也有了，台湾今年底的9合1选举，那个跟我们来讲又是更直接的冲击。到明年就是明年底2024初，就是有关总统、立委的选举，其实这一连串看起来国内事情不会太少，所以我想我们都要做好一些预期的一些准备。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家保有健康，才有办法来目睹这些一切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好好保重一下。那再次感谢我们叶菊正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帮我们传阅、转传、按赞、分享。当然记得打开小铃铛，随时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提醒我们真的很开心不断的我们的收视就是不断提升，订阅的人也在增加。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年以震惊最前线的这个节目来讲，我们预期今年能更好的成绩，然后呈现更好的节目给大家。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